えて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聊一个 Stone 大发雷霆的一个事情啊，就是 Stone 呢讲了一件事儿哈，他就说这个习近平挑200斤麦子这个事情不是不可能，结果呢就有很多海外的网友破大防，就习近平挑200斤麦子不换肩这个事情肯定是吹牛哈，这不可能的哈，只有骡子能做到哈。所以呢 Stone 为此呢就有点生气哈，然后呢就说他小的时候呢见过很多人挑200斤的担子，然后呢 YouTube 上面有一些短视频哈，说有人模仿这个习近平，结果2个健身教练呢走不了几步就不行了。就习近平能不能挑200斤麦子我们另说，但是挑200斤麦子这件事情呢本身呢是可能的。这些人因为从小生活在城市里面，然后呢他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就觉得人是挑不了200斤的。所以呢 Stone 呢是从他自己看到的东西里面作为经验分享给大家，挑200斤麦子呢是可能的。而我呢是从物理学角度呢来跟大家讲讲这个200斤麦子到底应该怎么挑哈。所以呢今天川永乐上线哈，来跟大家讲讲物理。首先呢为什么要讲到物理呢？就是所有的东西呢它都会有一个力哈，然后有一个力之后呢，然后呢你才会消耗人的卡路里。所以呢一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做到呢，你一定要从力的分析上去做。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比较重啊？我现在拿这个2公斤的一个东西为什么会比较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它产生了重力啊。因为它产生了重力之后呢，为了维持它的重力不向下走，然后呢你就会产生一种向上的力，它的重力呢是向下的，然后呢你产生了一个向上的力，然后呢就把它的重力抵消了，所以它能维持在这个位置上。然后呢如果这个东西呢你手上拿着的时候呢它是消耗力的，像这种情况。但如果说你把它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不消耗任何力的哈。就这种状态之下，我的手肘呢抵在桌子上面，然后呢你的手呢是不用力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重力和地下支撑的那个力呢是相等的。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重呢？就因为你拿它的方式不一样啊。比如说像这样拿的时候呢，那么它的重力是被什么抵消的呢？实际上是被你双手的摩擦力所抵消的，就在这个位置上面被抵消掉了。所以为了产生对等的摩擦力呢，你的双手呢得向这个物体施加压力，然后按照这个压力的大小、接触的面积，然后能够计算出你的摩擦力。你就会发现你拿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你能找准这个东西的重心呢，你拿1根手指顶着它你都不会费力啊。但是如果说你找不到它的重心的时候，你就要用很大的压力，然后呢产生摩擦力，才能让它维持在那个状态。所以呢持有重物最省力的关键呢是找到它的重心，然后想办法用自己的身体呢顶住它的重心，然后呢让地球呢帮你给分担掉它的重力啊。但是像这种状况，比如说我们搬纸箱的时候啊，为什么搬纸箱会很累？就是因为纸箱里面的东西呢，它的重力啊，它的重心是比较难以固定的，有的时候会移动啊。像这种东西呢，反而它不太容易拿。也就是说，因为你找不准它的重心呢，所有的纸箱呢，你都必须用双手把它夹住，然后呢想办法用摩擦力来把它给维持住，所以呢拿着会比较累。反而是像这种就是它的重心会非常清楚的，反而你拿起来的时候呢，会觉得比纸箱更加轻松。所以呢200斤麦子要拿的时候呢，其实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减少它的重心的移动。然后呢你只要找准了它的重心，然后呢让它一直维持在一个重心你能把它抵消掉的一个状态之下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不用花多少力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扁担呢它一定要是前后对等的？就你比如说200斤麦子，前面100斤，后面100斤，只有当它对等的时候呢，你才会比较容易找到它的重心的。然后为了能够随时能够找到它准确的重心，能够节省力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大部分人担扁担的时候呢，会不停的把它往上下摇啊，通过两边的这个颤抖啊，就不断的去调整它的重心啊。你就比如说田径运动员在跑步的时候，为什么他都会站在那里跳2下？他跳2下之后呢，他那个重心呢就比较容易调整到比较准确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用扁担的时候，他不会用铁扁担，他不会用那种没有弹力的扁担啊？就是你这个扁担再好，你是个铁的不锈钢的，然后两边就算是对等，然后你就会发现呢重心很难找，然后呢你就会非常的费力啊。同时重心的稳定在同一个高度这样水平移动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它耗的力呢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说你一直把它上上下下的时候呢，
它耗的力就比较大。你要把它往上提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比重力更大的一个力。所以为什么我们锻炼身体的时候会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会比较吃力啊？所以我们以前的公司就是一个航空公司，然后当时呢有70多个纸箱子要运，然后就要车上面运到这个大厅里面去哈。那么当时呢，我们那几个员工呢，因为都是新入员工嘛，所以一开始就安排你做这些体力劳动嘛。当时我有一个同事他就很简单，他说你这个车子不是有一个高度嘛，然后呢，你这个车子的高度到那个大厅呢，然后呢，你要把这个箱子这样拿上来再放下去，这不是费力吗？他就干脆先把10几个箱子叠成一列，剩下的箱子呢就和那个车子高度一样，然后就这样水平移动，然后就做了这个简易的这个箱子流水线啊。这就是一个物理学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应用。就怎么样能够省力呢？就是你不要把那个东西放下来再提起来。所以当时70个箱子呢，我们搬起来还挺快的，也挺省力的。但是呢，有一个人一过来一看，哎呀，你们在这里搞什么？好像在玩一样。然后呢，就把这个流水线的这个箱子给它给拆掉啊，然后就自己把它吭哧搬过去。在我们这些眼里，你就干的就是有点吃力不讨好的事儿。所以挑扁担最大的这个力气的消耗呢，其实是一开始上肩那一段，也就是挑扁担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个光凭力气的东西，它是个技能。也就是你没有挑过的话，你没有经验的话，或者说你不太理解物理学的时候呢，你挑的时候呢，它就会很费力。就像我们看那个健身教练挑扁担一样，他完全没有找准重心，然后呢，也没有让那个扁担这样颠着，然后呢，让它节省力量，然后呢，就这样硬挑。那你当然是挑不动的。所以呢，现实当中像什么麦子啊、米啊、水啊这些东西，反而相对来讲是比较好挑的。你比如说，我们觉得比较难搞的是什么？一大堆的纸箱子，然后呢，一大堆什么塑料，然后东西一大包，里面都很轻，就不知道它的重心在哪里。这种东西呢，反而比较费力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拿过那种一大包的什么塑料盒的这种东西，真的是你拿在手里呢，感觉上比挑扁担还要辛苦啊。所以呢，其实换肩所需要的力呢，比你不换肩所需要的力呢要大得多。你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来，然后再把它提起来，你实际上是要耗更多的体力的。大部分的人呢，其实呢，挑这种200斤的东西啊，它其实不是那么费力。然后呢，换肩它反而呢是要加倍出力。所以呢，几百里路不换肩这种东西，它不是什么新闻啊。你几十里路就换了3次肩的话，那才是新闻。所以呢，当时在农村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呢是利用这种朴素的物理学的观念，然后让这个事情呢会变得比较省力。所以呢，实际上它是可能的，就是在农村里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走路不换肩才是常识哈，这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所以呢，我和史东基的看法都比较一样，就是一方面呢，年轻人呢，他们没有见过人家挑担也就算了，说它不存在呢，这个首先不是一个很好的态度。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年轻人。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了那么多物理学原理，然后你连一个挑担的一个物理学你都搞不清楚的话，是不是证明你的物理学学的呢都只是背个公式然后做个题而已啊？它和现实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只需要用初中物理知识你就可以解释的一个现象，你居然会认为它不存在。这与其说明他没有生活经验，不如说明他学不以致用。学来的知识呢，根本就只为了考试啊！至于习近平他能不能扛200斤麦子，然后走路不换肩呢？这个事情你只能去问习近平本人啊。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